好，我们调色，拿我们随便挤的几个颜色啊，就是这是珠标，我们在调色的时候，把这个珠标是第一个颜色，我们要把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均匀也是均匀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每一个颜色都要均匀的调上来。今天还有一位家人，他画的颜色总是不滋润，颜色还是要调久一点点哈，要有一点点底色。当你不管画深色还是浅色的时候，深色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底色，但是你要有一点点底色，它可能会更加滋润一点啊。来，我们再试一下，画一下花瓣，给大家示范一下花瓣啊。来，我们画花瓣的时候，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花瓣，中间一笔，我们都是用侧锋推过去的啊。侧锋停下来，推过去，然后这边一笔，这边一笔，两边各一边一笔，两边这两笔要有区别。然后你这个花瓣还可以无限延伸，可以延伸的再大一些。这个都是我们通常要画的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啊。来，继续调颜色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来，这个侧锋推过来。推一笔，然后这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可以点也可以推，这样子就是我们最基础的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。那最基础的花瓣3笔，在这个3笔的基础上，我们还可以无限的去加哈，你还可以继续加，把它变得更宽更长。这个花瓣，老师我画起来很脏，颜色不均匀，是调色的事情吗？那当然是调色的事情。调色，你如果说没有调均匀，你看一下，有的时候你看这颜色，你随便没有调均匀的时候，你去画，你看我随便调一下，它也很均匀哦。就你究竟是怎样调它会不均匀呢？我这样随便调一下，它像很脏，你看这样子，这个是不是很脏？这一个是不是有一点脏？这个是胭脂多了，这个是胭脂多了啊。这种的话就是胭脂多了，然后水分不够，就是底色还不够。你们在调色的时候，底色如果笔上显得有点干枯的时候，你看画起来这种有这种枯的这种不滋润，显得是枯的这种笔法，那肯定是没有底色的，那就是说明你的笔上太干了。干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里面去加底色。我们的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哦，太白加3绿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，调得很脏，就说明可能胭脂多了，然后颜色调得不够均匀。你看一下我们每一次调色的程序哦，亲爱的家人，调色调不好的家人们再看一下，我们的这个笔肚里面是有底色的情况下，当然底色不要太多，我们在试一下底色很多的时候啊，那你底色很多的时候，调的时候这里会有很多水掉下来很多水，你们初学者可能把控不好这个水分。我水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来画一下试一下。我们调色的时候，第一个颜色不管是哪个颜色，我们都要调久一点。调每一个颜色你都要调到看到笔上没有一点点这个颜色不一样的，都是很均匀的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才是对的。那均匀的调，你看要调久一点，一定要调到这个盘子里也没有颗粒。然后再调第2个颜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要调到这里没有颗粒，把颜色一定要调得很均匀，的情况下，你画的花瓣才会很滋润。调完之后看一下你的笔上面啊。看你的笔上面是不是这样子很均匀，由深到浅很均匀的这种渐变的颜色，你要去看一下你的笔好不好？
然后再调第3个颜色的时候，深的调到这个笔尖上，笔尖要留一点点深色的。那你调完之后，你还要再看一下，那你调成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这样子就是不均匀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很红的，那你这样子不均匀，你画的时候你看画的时候这里就不行，看到了吗？这样子就是没有调均匀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块特别深，然后这里有一条痕迹了，直接变浅了，就由深到浅，不是由深到浅的渐变色，这个是错的，不是渐变的，它是一下子深，一下子就直接变浅了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不行的，明白吗？这个是没有调均匀，你要继续调，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继续调，再调，你再画，再试一下啊。再调久一点，你再试一下，你看这个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，看一下吗？这2个有区别吗？是不是有些家人是这种情况？有没有这种情况的？有吗？老师用一种颜色可不可以？用一种颜色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用一种颜色就是你的这个颜色变化不太多，我们用多一点复合颜色，从这个花瓣上，你看边缘有一点点带黄色，又有一点红，又有一点越来越红，它的颜色是比较变化比较丰富的，就是比较丰富，你用一种颜色完全可以的。所以说调色的时候还是要再调久一点点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。你像这样子，你画整一朵花下来，这整一朵花就显得很干枯，然后显得不滋润，显得不够透亮。你如果说你把每一笔你都调得很均匀，你再去画一朵花，你的每一个花瓣都是这样子透亮的，这样子由深到浅的这种透亮，你再去画一朵花的话，这一朵花就会显得特别透亮，特别好看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不能着急，你看调色一下都不能着急，你看我这个一下没调好，它就出现这种情况，在我画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那是因为我着急了，我也会着急，所以说大家还是一起慢下来好不好？一起慢下来，都不要着急，一起先把这个调色调好，花瓣画好，然后你这个花才会好看。画2笔颜色就糊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看我现在画了这么多，然后我再继续调色，继续补充颜色，它还是不会糊啊，不会糊的。你如果画糊了是什么？你这个颜色没有用完，你又去调这个颜色，你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个颜色笔上还有很多颜色的时候，你去调前面这个颜色，是吗？是这样子的情况吗？那就颜色就混合了。那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把笔尖的这个颜色沾掉一下，可以选择这样子哈，把笔尖的这个深色的有胭脂的地方把它沾掉，哈，可以选择这样子。如果我有的时候会太深了，也会沾掉一点点，然后你再去补充这个底色，补充一点点底色，然后你再去调颜色，它就好了。就是你把它颜色太深了，你就把它沾掉一点点。如果说笔尖只有一点点颜色，它是不影响的。如果说你的那个胭脂太多了，你就去把它沾掉一下。好，每一种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，让颜色均匀的。我们调的时候笔要转动哈，要一边调一边转动，一边调一边转动，它这个颜色才会更均匀一些。来，继续调第3个颜色。其实我们调一个颜色不是说不可以啊，你用一个颜色画也完全可以的，只是说我们想要它颜色更丰富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。侧面花瓣我们同样的是这个侧锋先轻轻的来一笔过来，然后笔尖还是在同一条线上，再来一笔，再往后拖一笔，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那这个侧面的花瓣这个弧度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的笔离的纸越近，这个花瓣就越大，就是这个小的你就是离纸远一点的，你看这样子按下去，转一个小的，然后在同一条线上再按下去一点哈，笔肚再下去一点，它这个花瓣就会大一点。然后第3笔笔尖还在一条线上，往后拖一笔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画的这个侧面的花瓣。侧面的花瓣你可以变成很多种啊，你可以变
那你可以变成多种，不是说你只是说这一个基础的形状，你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大小，宽的、长的，还有这种更窄一点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，这个一笔下去都可以了。这个花瓣大家都画吗？会画了吗？会不会画？就是你们不要画成这样子哈，我看有些家人他画的是怎样的，他画的是这样子的啊。哎，我学不来啊，有点学不来。这3个就是这样，其实也可以，有点学不来。其实这样子也可以，就是你3笔太平均了，就3笔太平均了，3笔都一样大是不好看的。你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这样有一笔哎小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再小一点。对，我们画的时候要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变化，它这个花瓣才好看。你看，从花瓣上有这个大的，从一片花瓣里面也有这种大一点的，还有这个小一点的。颜色上，你看一片花瓣上它都有颜色的深浅。你看这里是颜色是深一些的，然后这里它是不是浅一些的？一片花瓣上它都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，还有颜色的深浅的这种关系。就是我们画画就是在画变化，就是在画这种对比关系，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对比关系把它协调起来，它就是成了我们的这个完美的一个画面。那我们画一下组合，画一个小的组合，我们就先不画一朵花啊，就我现在给你画一个这个什么组合，这个正反半的组合，先画一个正反半的组合。那你画一个组合，你画一个花瓣的一部分啊，我们就画一个花瓣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画这些正反半啊。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，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这画一下所有的这种反半，我们先画一下啊。拿这反半，我们有一些重叠的。好，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有重叠的这种感觉？来这边我们可以宽一点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宽的。好，补充颜色。那我们把所有的反半先画好。有这个大的，有小的。这中间还会有啊，像这里还可以再有，让层次更多一点。那我们就画这一块啊，这个组合怎么去组合？正反半组合，你不会组合一朵花，你先画太阳形的，你就先画向日葵形的，这个中间花心就在中间，你先就练画向日葵和这个包菜形的。还有这个塔式的，塔式先不练，基础的，就是你刚开始学的话，你就练这2种花型，向日葵型和这个包菜型的2种。好，我们现在补充一点底色，好不好？初学的家人们，你先练这个向日葵型的和这个包菜型的，因为这2种它是有这个固定的模式，就直接固定你怎么去画了。你看，现在我给大家画一个向日葵的一部分。那现在我们调颜色可以调多一点点，颜色可以调多一点点。笔尖可以沾一点点胭脂，笔尖沾一点胭脂。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半啊，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把这些缺口里面都补上，用颜色深的，要有胭脂啊。你看这缺口的地方都用最深的颜色补一下，根部用最深的颜色补上。好，这些缺口的地方补上这个正面的花瓣。那你先补哪一个都可以。那你现在看到这2个是对着的，我们先把这个补成一个花瓣啊。
好，这个花瓣就感觉已经两个花瓣折起来这种卷起来这种感觉，这个就是好。我们再来继续补充。那这个可以包过来，让这个花瓣从后面包过来。好，再继续这些缺口里面补上这个正面的花瓣。这个补上这个正瓣大家都会吧？反瓣补正瓣应该都会吧？因为我们有讲过很多次哦。有缺口的地方我们都补上啊。好，我们补一层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补一层，再补一层往后包过来。慢慢的多练多画，才熟悉起来。就是这个是没有捷径的，不要想着有捷径哦，哪有捷径哦？这个画画的话没有捷径，捷径的话只能画简笔画。就是有什么方法，总说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怎么画，没有的。画画能有什么方法直接画？那只能画简笔画，这个完全都是要靠多练多画。好像这些缺口我们再去补充一些层次。那这里我们再来一个层次，直接过来，像这一个组合，那这一块一个花瓣的一半，这个四分之一哈，1/3、1/4，那你再画一块，这里画一块，这里画一块，那这个花是不是就成了？这个地方你也这样子画，跟这个一样的画，这一块你也这样画，这一块你也这样画，那这个花是不是就成了？你先开始画简单的，你不要有太多变化，你就画变化少一些的，你就按照这个正反瓣的去组合就可以了。你刚开始就按正反瓣的去组合，就是一个太阳形的正反瓣组合。里面外面画完了，里面又怎么处理层次？里面没有层次啊，里面像这个太阳形的，里面就画全部填黑就行了呀，全部填成最深的颜色，就填成最深的颜色胭脂就可以了。你就把4个地方，把这一块、这一块、这一块都画成这一样的，你就画成一样的就可以了，不用说太初学者，你不要想把这个花画的太丰富。不要想着画的多丰富，你就画常规型的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太阳，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它向日葵啊，我喜欢叫它向日葵啊。向日葵，那包菜的就更加容易了。包菜是不是我们经常画包菜？包菜就是2层，中间的这里是花心哦，我们一样的把它分3块，以前我分了4块啊，第1块、第2块、第3块。那这3块的话，我们都往里包啊，往这个中间包，这里往上面包，这里往这边包。包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变化。你这个花瓣你可以比较窄、比较长、比较宽，那这个花瓣可以比较大、比较圆。那你这个花瓣你可以又可以变一个形状，就让这3块的花瓣不是一样的形状，注意变化。然后外面再有一层这个花瓣，展开一层这个大花瓣，这一朵花就完了。就是这两种哈，一个包菜，这个包菜和向日葵的2种最基础的花，你们初学者你先就找这2种花去练哈，你就先学会练这2种花，这2种花是最简单的。就是按照模式上还有程序上它是最简单的，就是变化稍微少一点点。脑子里缺少造型画面，不用脑子里有，你刚开始谁也不可能是脑子里有画的，
就是谁的脑子里装了很多画呢？都是通过这个现实的写生。你可以有画对照啊，我们不是每次在直播间拿这个真花来对照吗？真花其实很多都是形状已经长得很好的了，我们去找这种形状好的这个真花，对照它这个花的形状去画。你刚开始是要临摹的，你不需要你一开始你就想脑袋里有花，画出很漂亮的，这是不可能的呀。就是你还没有读小学，你就想考高中、考大学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你没有读小学，你肯定不可能会做这个大学还有高中的题呀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你脑袋里刚开始，你像脑袋有花，你要先多临摹。就是你现在你在跟我学，你就临摹我的花朵，就是我画的花朵，你就按照我的花朵去画去临摹。初期肯定是这样子，到后面你再去变化。不要想着一开始你就画出自己的风格，学出自己的风格，这可能是有点难度的，除非说你是真的是天赋特别有天赋的。就是一般来说，你还是前期每一个画家，就是不管是哪个画家，前期都是靠临摹的，都是一定要有走这个临摹的这个过程的。就你刚开始就临摹我的花，或者是第一步你就临摹我的花，第二步你就临摹这个真实的这个花的图片去写生。就是你的手机上可以存很多这个照片呢，存这个牡丹花的照片。第一步临摹我的花，第二步照片，第三步你才可以离开这些我的花还有照片的花，才去做到脑袋里心中有花，脑里有花。这是要有这个过程，要慢慢的形成，慢慢的走的，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